大家好，我是龚一鸣，又见面了。这个系列是关于开源的 AI 物体扫描系统。上一期我们对思路做了很大的改变，尝试引入 Trellis 来做图片到 Mesh 的生成。那现在就来看看流水线。既然是要换掉整个组件，改动小不了，方法上就得循序渐进，不能太急。还是那个方法，从后往前。既然 Trellis 对输入的限制比 Instant Mesh 更少，那它一定也是可以拿 Instant Mesh 的输入。所以第一步是用 Trellis 单独换掉 Instant Mesh。那我们就从简化 Trellis 本身开始。它的依赖库超级多，各种有的没的，还有很多组件仅仅是为了论文的需要才存在的，都得去掉。更奇葩的是，安装方法几乎占了所有可能的手段，有 pip 包的，有直接给链接的，有 find links 从网页上找的，有 git 的，有 git 指定特定 commit 的，有 git 指定特定子目录的，还有 submodule 的。最后还发现有个用 torch.hub 的 Dino V2， 这要是用在项目里真是灾难，简单一点不好吗？第一个要简化的是它的解码器，有 Radiance Field、Gaussian Splitting、Mesh 三个，我们只要 Mesh， 所以希望能去掉其他两个。从例子上看 ，GS 还有用在纹理生成的时候 ，RF 是完全没用上，所以直接去掉，还能因此去掉 Octree 相关的代码，以及 diff Octree REST 这个第三方库。那么纹理生成非得 GS 吗？这里生成纹理的方式是从100个视角渲染生成的结果，然后把得到的图片用迭代优化的方式烘焙上去。所以渲染 RF、渲染 GS 都可以，没理由渲染 Mesh 不行啊。Mesh 应该也有顶点颜色可以拿去烘焙。结果就发现这里代码没写全，渲染 Mesh 的时候会没有输出 color， 改2行就好了。现在可以完全不用 GS， 但是这样是每个格子的角上解码出颜色，用3线插值的方式得到每个顶点的颜色，再进一步插值到 Texel， 每一步都有质量损失。而 GS 的话是直接从高斯核上把颜色投影到 Texel， 结果更锐利。我们的系统里已经有纹理投射和查询位置生成纹理的代码，集成之后可以直接用，所以干脆暂时先这样，就用格子角上的颜色。由此我们也去掉了 GS 以及它依赖的第三方库。下一个就是 FlexiCubes 了，这个以前有专门一期来说这件事情。Trellis 已经有个 pull request 是加上 Matching Cubes， 直接用它，发现了2个关于顶点颜色的 bug， 很容易修好之后就换掉了 FlexiCubes 以及 NVDiff-REST。 从结果上看没有区别，但显存占用从 13G 降到 10.1G， 终于把峰值降到 12G 以下了。上次提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此解决。当然集成到系统之后肯定要换成我们那个并行的 Matching Cubes， 速度还能更快，显存占用还能更低，还能去掉 Scikit Image 这个依赖。第三方库里面有个比较麻烦的是 Flash Attention， pip 上的版本只支持 Linux， GitHub 上有人 fork 出了一个 Windows 版，可以在 Requirements 里面通过链接的方式来安装。我也是在写这个的时候才知道如何在 Requirements 里用条件语句区分不同操作系统和 Python 版本。但其实可以完全不装 Flash Attention， 把后端切成 Xformers， 用它实现的就是了。这又省掉个第三方库，还不受限于 Python 的版本。剩下的其实有好几个是因为 RamBG， 不用 RamBG 的话自然就不需要了。现在没有需要在安装的过程中编译的，这样也不需要 will 了。EasyDict 也可以很简单的用原生的 dict 代替。如果不用烘焙纹理，它所需的依赖自然可以去掉。对 Mesh 补洞的一步暂时不需要，也可以忽略它的依赖。还有一些是集成之后自然不需要的。最后就只有 spconf 是必须留下的，它提供了 sparse tensor 和卷积的支持。先用它，之后根据需要可以考虑用 torch.sparse_coo tensor 替换。这里稀疏确实很重要，比如 256×256×256 的 volume 里，非空的格子只有14万个左右，也就是 0.8%。用稀疏的 tensor 能省下大量空间和计算。经过这些简化，接下来可以开始集成了。输入和以前一样，都是一组图片。原先输出是3平面 nerf， 会有解码器从中解码出 volume 的距离、颜色、形变等信息。
现在输出是引空间的信息，解码器涉及到 sparse tensor， 所以还得暂时在 Python 里做。产生的距离、颜色、形变等 sparse tensor 读回 C++ 这边，展开成 dense 的。接着的后处理也仍然需要用来简化 mesh 和产生纹理。于是我们可以得到这么个 mesh， 三角形数量比以前高了很多，展 UV 变慢很多，还有很多洞。现在 Marching Cubes 是256的分辨率，比原先128高不奇怪，但真正的问题来自于现在物体变成内外两层，从两面都能看到。其实双层和洞来源是一样的。Instant Mesh 生成的 SDF 是整个空间的，而 Trellis 是在表面附近生成一层负的点，里外夹着两层正的，中间是零。paper 里面没有明确说，但这其实是 TSDF Truncated SDF， 只有一节有数据。可视化出来长这样，红色的点是正的，蓝色是负的。这样用0来抽取 isosurface， 必然会有两层。如果中间一层太薄了， isosurface 连不过去，就形成了个洞。实际上 Trellis 里有个删掉内部面和补洞的操作来对付这个，现在还不急，算法串起来之后再说。当然，这样的质量还是很糟。进一步深入 ，Trellis 可以直接输入任意角度的图片。上期说过 ，Trellis 对输入图片相对敏感，需要 up vector 向上的摄像机姿态才比较好，所以我们需要把任意角度的姿态转正。这也是图形学里的常规操作了。用 lookat 生成 view 矩阵的时候都得做，这里甚至只是个简化版。原先 mesh 重建一步的输出就包含了一个矩阵，用来从 mesh 的渲染空间转到 SFM 的空间。现在我们就以 mesh 空间里的 y 轴作为 up vector， 在每一个视角的相机空间里，把向前的方向和 up vector 插成，得到一个新的 x 轴，把它转到原来的 x 轴，就是图片的旋转角。因为视角没变，只是摄像机 RAW 变了，图像空间的遮挡并不会发生变化，仍然可以保持在 2D 空间操作。用这方法把每一张图都尽量转正，作为 Trellis 的输入，就得到这么个结果，比之前的好得多了。多视角渲染和 Diffusion 以及它们的一大堆依赖都可以不用了，终于把 Hugging Face Hub 这一大串都去掉了。InOps 这个纯属脱裤子放屁的库也终于可以去掉。再来，既然不需要渲染固定视角的图片，按说我们也不再需要 MBS 这一步。但是刚才说了，我们需要有个变换矩阵，不单为了转正图片，还因为我们需要通过投射图片的方式产生纹理。之前这个矩阵来自于 MBS 重建的 Mesh OBB 转正产生的，因为重建 Mesh 来自于点云加密，两者 OBB 相同，所以只要点云加密就够了，后面这些可以去掉。最后 SFM 肯定是需要的，这才能建立起图片和现实之间的关系。Mask 生成器和 Delighting 肯定也是需要的。新的流水线就成了这个样子，那个在 2D 和 3D 之间的反复横跳没有了，就剩下从 2D 到 3D 一步。生成的 Mesh 质量也高得多了，但因为三角形数量比原先多了很多，展 U1 变得很慢，需要将近40秒，整条流水线的执行速度反而从87秒增加到129秒，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改进的。下期就来看看如何优化新的流水线，欢迎继续收看，再见。